看我们写的用例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两个，就是我们从客户那边或者说之前一些其他项目总结下来的一些常见的端到端测试的例子吧，或者叫 API 测试的例子吧。大家看啊，第一，我们看到过有两类吧，两类这种端到端测试，或者说相对有些地方管这种相对 cover 的比较广的测试叫集成测试嘛，都可以啊，其实都差不多。那么这个测试呢，测的跟我们一会儿要给大家看的是同一个方法，它其实测了一个 API。那么你看啊，常见的这种测试呢，它不见得用，它通常可以用JUnit 这样的框架来写嘛，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那么因为它是比较端到端的效果嘛，所以呢，它也考虑到了要清理数据库，那这个已经算好的了，因为我说如果你是一个统一的环境，你其实是共享的环境，你其实是没有机会去清理数据库这样的，明白吧？那么呃，这个其实我们看到一些相对好一点的地方，它还会在本地有个环境，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么从写用例来说呢，它就考虑说我要把数据库清掉，那也蛮好，他就写点代码嘛，反正都是一些 delete 语句嘛。然后呢，那它还需要构造一些数据。那这些数据的构造，就像我讲的，就是端到端测试，因为它跟单测试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一个是呢，就是我们在编写或者说要让这个端到端测试更符合你实际的情况的话，如果你不想用共享的数据的话，然后那你要做什么呢？你其实就需要从一个空的库里面把所有必要的数据全部准备出来嘛。那有可能有些数据跟你当前所测试的这个用例啊，或者测试的这个场景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考虑到你整个系统要能运行，包括这个 API 要能运行，对吧？它很可能有一些必要条件，那必要的数据。所以呢，像这个测试，它就是在准备了所有必要的条件。那实际上有些东西可能待会儿大家看这个用例本身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并不太重要。那比方说这个，呃，大家看到里面有很多 ID，对吧？其实这些 ID 的作用是什么呢？其实每一张表它的数据都有个 ID 嘛，代表一个一般通常是个自增的嘛，对吧？那么关键是这些数据之间还有关系。你比方说你会看到说这里有个 training ID，然后它关系train ID，它关系到哪儿呢？它就关系到了一个实际的 train 身上。那么像这样的测试呢，它必然会要写不少这样准备数据的，这个也是必须的，因为它清空了所有数据嘛。只是说这么写呢，这个测试可能就不太好理解，对吧？因为你大量的都是 SQL 语句啊，其实说白了，你让看的人不太容易一眼能看到这个用例到底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对吧？就是比较关键的东西，你其实是看不到的。那么，然后呢，继续往下看啊，然后你会看到说，那然后就是测试本身了。那么这个测试咱们讲了，它是测了一个 API 嘛。那实际上这边呢，我们是调用了它一个实际的 Rust template，然后因为它会把我们的服务跑起来嘛。然后呢，我们会调这个服务跑起来之后，它就在这个127的就是这个本地的 localhost 上面有个端口，然后呢，这个端口我们就可以把它调这个 API 斜杠 train，然后斜杠斜杠 tickets 就可以做这个 buy ticket 的动作了，因为测试名字叫 buy ticket 嘛。所以你看啊，它其实为了怎么说做这个事情，它还要构造一个 request，对吧？有一些 Java 代码要创建一些对象，包括这个 Rust template，它也需要构造出来才能写调这个请求。那么重要的是呢，这个最后它的验证写什么呢？它验证写完了之后呢，他说其实它这里还缺失了一个验证点啊，就是它并没有验那个 post 的返回。当然了，可能他考虑说买票这个 post 请求的返回response 并不是很重要，所以呢，他就直接验了数据库。那么他在发完这个请求之后，他会直接去验证数据库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条 ticket。其实他是 find all 之后拿了第一个，对吧？因为他原来可能有一张 ticket，然后呢，他再继续判断说我这个 ticket 它的 seat 是不是跟2D5啊，然后它的 from 的那个 from 从哪儿，就是相当于它的买票嘛，就买火车票嘛，你其实就是从哪儿到哪儿嘛，对不对？那么
它的 from 是不是北京南，然后 to 是不是上海虹桥。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用力呢，我们讲，其实它本身从测试来说它是完整的，就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除了可能验证点不全啊这样。那撇开这个来说，它其实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这样的测试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你其实很难从一堆代码里面一眼就找到这个用力到底它在说什么，对吧？你想这测试已经算简单了，就因为这个场景相对也就这么几张表，那么实际情况有可能你涉及到的数据远远不止这点，那么你这个 insert 就不知道要写多少了，是吧？那另外呢，你 insert 越多，其实不相关的代码越多，你越是难找到说，哎呀，这个用力到底要测什么呢？它测的是买一张票吗？还实际上已经有了一张票，还是什么原因？其实你很难看得出来，因为代码太多了嘛。因为我们讲，你用解 unit 也好，还是用单测试这种框架写测试的时候，其实通常是这个问题啊，就是它本身来说，就是代码总是还是要写的嘛。所以你像这种 assert that 啊，什么 get seed get name 啊这样的，就会把你不写成这样也挺难的，但是呢，你就会把你所想要表达的核心的那些最关键的东西给隐藏掉。那这是一个测试。第二个测试呢是这样的，类似啊，但是呢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哎，这个我们也看到过。其实怎么讲呢？我跟陈哥经常开玩笑说，有的时候，重构这个事情在测试这边做过头了，就成这样了。就你看这个测试非常非常短，是吧？啥都没了。这就短到就是你不看这个 AutoWare，其实这个一个用力这才几行呀，这大概才5、6行的样子，是吧？去掉空格。但是它之所以短是这样的，它把这个 prepare data 完全用，就相当于前面那么多 insert，它完全用这样一行代码给做掉了，对吧？然后呢，这里就是发请求，它也做了一些封装，所以请求的代码也不复杂。哎，这点挺好，其实是比原来也可以，也应该做。然后呢，验证它也不想写那么多 assert 了，它把验证呢也变成了一个类似的这种数据库里面的一个 XML，把所有的数据都配置了，然后这样的验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XML，不知道大家平时没写过这种啊？比方说，那你看准备数据，它就写到这儿了，然后呢，验证它就写到这儿，对吧？那我们讲这样的测试好吗？也很难讲它挺，就也没法说这样的测试很好，短是短了，它也做了重构，但是这样重构之后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你还是那句话，前面那个呢是你内容太多，我不太好找这些关键的信息，是吧？就我不知道它测啥，因为我看不到关键的信息嘛。就我比方这买票好多场景，我不知道它是哪个场景，不太容易找。后面这个呢，就是你想找这些信息，至少要打开别的文件才行。所以它变成你第一眼看到这个用力啊，就说白了，你根本不知道他在测什么，你想看出他在测什么，你也看不出来，你只有跳到我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两个 XML 里面，想象一下这些数据展开之后，insert 完之后，哦，我要验证什么？就这种不在一个文件里面的重要的信息，其实是非常难关联起来的。就像你看代码，如果好好的就那么几行代码，硬要分到3、4个类里面，我估计大家看的都很蛋疼，是吧？那这个也是一样，就说白了，呃，你现在短是短了，但是我啥重要信息都看不到了，那有啥用呢？这用力，我第一眼看了还是不知道他在测什么。你假设有10个像这样的用力，我都不用看了，反正都看不懂，这文件都可以忽略了，是吧？所以我们讲这是2个极端，第一种情况比较常见，第二种情况虽然不常见，但也很极端，都不太能够把我们写用力最重要的事情表达出来。就是说白了，我们写用力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给大家看个例子啊，同样的测试，在我们的项目里面会写成这样。那大家可以先忽略说这个框架是什么啊？那其实可能有些同事已经知道了啊，就同学已经知道，它其实就叫那个 Cucumber 嘛。
对吧？那不管怎么说，那我们重要的是不是这个框架是啥？那首先我们写用例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得把最核心的3部分，就对我们来说，通常用例就是3个部分组成的 ，given 或者叫假如。假如呢，就是我前面讲的，所有的用例你都要准备数据嘛，对吧？那么准备数据就是你所有这个用例最重要的环节。那么我们在这个用例里面，我们会把所有跟这个验证或者说跟这个场景相关的所有关键的数据全部准备出来啊。然后呢，这是另外，就是说我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要发起，就不管做什么测试，我都要发起一个操作嘛。那么对 API 的端到端测试来说，它其实就要发一个 API 请求。那么在我们这儿就是这个当你 post 这个 API 的时候，你的 from 和 to 如果是对应的这个站的 ID 的话，那就可以了。那么然后呢，我说了嘛，其实剩下就是验证。验证很关键的就是你其实要验最重要的信息了。那首先这个请求得成功是吧？那成功只是一个200嘛，怎么说呢？就反正都得成功，不是200那肯定是有问题。但200也不说明啥，因为它是一个，你想它是个买票嘛，它这个买票的业务呢，其实最重要的的确并不是返回200与否，重要的是你应该验证数据库里面的车票长什么样，对吧？那这里验证车票，因为大家想啊，就我们从头过一下这个用例啊。那首先我 given 的时候准备什么用例呢？准备什么数据呢？首先我要有辆车是吧？我有个车次，它是吉102。那么这个车呢，其实它就是从北京到上海虹桥。那么它比方说，它的 order 是1和2，1和2决定了这个车次上面的站的顺序，对吧？因为我是叫存在停靠站嘛。那么我现在有2个停靠站，那么他们所对应的车都是102。然后呢，车上面有座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趟车假设都是假设了，因为不可能只有这么2个座位，但是就测试就够了。那我们会说，哎，存在这样的座位，说 G102有一个座位叫2D4，有个座位叫205。那么最后呢，这个用例其实大家看它的描述，它叫找出未卖出的座位嘛，也就是说它应该有一个位置已经卖出去了，我要找到下一个能卖的座位才行嘛，是吧？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还要存在一张车票，那卖出去了嘛？所以它就是这张车票的 seat number 是2D4，然后呢，它同样是这趟车从北京南到上海虹桥，反正我卖出去了，这个座位肯定不能买了，对吧？那好，然后呢，当我发起这个请求的时候，也就是说，我 from 的站，就对于买票的人来说，他不关心哪个座位嘛。当然，我们不像真的国内的那个12306啊，它支持什么选座之类，咱不支持啊。那么也就是说，买票的人他只能买从某个站到另外一个站，反正给你哪个座就是哪个座，你没得选，对吧？但凡你就一定能上车的就行了。那么我们就是 to from 什么呢？就 from 从北京南这个站的 ID 到 to 也是上海虹桥的 ID，因为我这 API 嘛，所以它从前端发起请求给后端的时候，它一定是 ID 嘛，对吧？哎，好，然后呢发过来之后，那完了嘛，这个 API 就执行完了之后，我就验200，并且我只关心什么呢？我只关心所有的车票，就相当于我数据库里面原来有1张票嘛，是吧？原来不是有1张吗？那我现在卖掉1张之后就成2张了嘛？那我关心的就是这2张票它的 name 是不是一个是2D4，一个是2D5，并且仅有有且仅有这2张票，对吧？好，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啊，就是你看这个用例重新写了一下啊，虽然说长度还是有点长，也要1屏了，但是呢，它的重要点就在于它把所有关键的数据全部都表达出来了。你看嘛，任何一个数据都是有关系的，对这个用例来说，你看这个用例其实不是特别直接啊，也不是特别简单的那种，因为它是有座情况下的，有一个位置已经卖掉情况下的，我再买另外一个嘛，所以它需要的数据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把所有不相关的什么 ID 啊，什么其他一些数据全部都隐藏掉了，然后只有车次从哪儿到哪儿，你有哪些座位，然后你的座位上面你已经卖掉的票它是哪个座位，对吧？然后我要买什么票，包括验证
我就验它最终票的情况就行了，我不太关心数据库里面那些 query 出来的其他的信息了，对吧？哎，这就是我说，就是通过我们后面要提到的一些框架啊，包括一些重要的一些工具啊，其实你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这样再复杂的 API 的端到端测试，你都可以写的很直接。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啊，大家可能看到了，就是这些存在啊，包括 post 啊，包括 response should be 啊，我前面说了嘛，它是一些基础设施嘛，所以说在这些基础设施 ready 的情况下，假设你有个新的用例，你只要熟悉这些框架，你把这个 feature 文件写完，它就可以运行了。它有可能会失败，它照道理可能发请求的时候会失败，因为它实际上可能这个 API 还没实现，对吧？如果你先写测试再写代码的话，那就是这个效果。那哪怕你后写测试，那么至少你写完测试这个用例得是过的嘛，是吧？哎，那么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你不用写别的代码，你把这个用例写完就行了。这是我前面讲的，写完即运行，就这个效果啊。